最近，新北一位56岁的张先生被确诊鼻咽癌中晚期，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，作息正常，连加班熬夜都很少，家族里也没有任何癌症病史。确诊那天，他在医院走廊上呆坐了一整个下午，怎么也想不通。医师足足追问了3个小时，从生活作息、职场环境、家中装潢，一路问到饮食习惯，最后总算找到了线索。原来这位张先生从小学开始，每天早餐都要配1小块咸鱼，他自认很节制，一片不过拇指大小，这样吃了将近40年。妈妈过世后，这个习惯甚至变成一种对童年的纪念。每次吃咸鱼配粥，他都会想起妈妈。然而，医师告诉他，就是这个看起来不起眼，甚至带点怀旧温情的小习惯，把他一步一步推向了癌症深渊。听完这个案例，你可能会说，咸鱼我又不常吃，这跟我无关吧？别急，故事还没完。在接下来的内容里，你会发现比咸鱼还可怕的，竟然还有3种鱼。而排在第1名的那种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吃。有人天天买回家给长辈补身，有人切成生鱼片送进嘴里，觉得自己很懂养生。有人甚至从小喂给孩子吃，觉得吃了会头好壮壮。它看起来高贵，看起来健康，看起来营养爆表。可是，在世界卫生组织与台湾食药署的最新指引中，它已经被反复点名超过10年，被悄悄列入高风险清单里。更吊诡的是，市面上几乎所有日料店、早餐店、便当店都还在大量供应它，广告里还在强调它的营养价值。资讯不对称之下，受害的永远是不知情的消费者。2026年的今天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再次更新了致癌物清单。全球医学界对鱼类安全的关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。鼻咽癌、肝癌、大肠癌、皮肤黑色素瘤，甚至神经系统相关的疾病，越来越多病例被追溯到吃错鱼这3个字。今天就要用最完整的脉络，把这份致癌鱼黑名单从第4名一路拆解到第1名。看完之后，相信你一定会立刻打开冰箱，看看自己家里到底中了哪一条。先说一个基本常识，免得你被网络标题吓得心脏乱跳。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致癌物分成4级，1级是已经证实对人类有致癌性， 2A 级是很可能对人类有致癌性， 2B 级是有可能，3级是无法判定，4级是应该没有。请特别注意，这个分级不是依据致癌的几率有多高，而是依据致癌证据有多充分。也就是说，被列为1级致癌物，并不代表你吃一口就得癌症，而是科学界已经有非常充足的人体研究证据，证明它和某些癌症有明确关联。剂量、频率、体质、生活习惯，这些才是真正决定你会不会中招的关键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排序的，不是哪种鱼最毒，而是哪种鱼在台湾家庭的日常饮食中，最容易让你不知不觉累积出真正的健康风险。排名第4，咸鱼。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会吓一跳，咸鱼不是和香烟、槟榔、酒精同列1级致癌物吗？怎么才排第4？这就是这份名单最吊诡的地方。咸鱼的致癌证据确实充足，早在2012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就把中式咸鱼列为1级致癌物，与烟、酒、槟榔同等级。到了2017年11月， IARC 再次公布致癌物清单时，又特别点名中式咸鱼，引发华人世界一片哗然。咸鱼为什么致癌？关键在于亚硝胺。早期的咸鱼制作是把整条鱼连同内脏一起用粗盐腌制，放在木桶里用重物压着，等个3-5天再取出风干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粗盐里含有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会跟鱼肉中的胺类物质结合，形成有强烈致癌性的亚硝胺。再加上咸鱼经常在户外暴晒，台湾与华南气候湿热，蚊虫、霉菌、杂菌容易滋生，这些微生物进一步加速蛋白质分解，产生更多胺类物质。整个过程就像一座小型化工厂在制造致癌物。更可怕的是，咸鱼和鼻咽癌之间的关联已经不只是流行病学的观察。早年香港肿瘤外科教授何鸿超就做过动物实验，把梅香咸鱼喂给老鼠吃，
竟然真的诱发出了鼻咽癌。鼻咽癌甚至有一个别名叫做广东癌，因为它好发于华南沿海以及台湾地区。医学界普遍认为，这跟长期食用咸鱼的饮食习惯脱不了关系。研究显示，10岁以下儿童如果经常吃咸鱼，未来罹患鼻咽癌的风险远远高于其他人群。所以你看，这位张先生40年如一日吃咸鱼配粥，根本就是高风险中的高风险。鼻咽癌这个病在华人世界格外令人胆颤，因为它的早期症状非常隐匿，刚开始可能只是耳鸣、鼻塞，偶尔流鼻血，很多人以为是过敏或感冒，拖了大半年才去耳鼻喉科检查，结果一查就是中晚期。台湾每年新增鼻咽癌病例约1500到2000例，男女比例大约3:1。好发年龄层集中在40到60岁，这个年龄层正好就是小时候吃过咸鱼配粥长大的世代。流行病学家追踪多年发现，广东省的鼻咽癌发病率长期居高不下，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病被称为广东癌。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曾经针对华南地区进行长期追踪，发现孩童时期食用咸鱼的次数越频繁，成年后罹患鼻咽癌的相对风险就越高，剂量效应关系非常明确。那为什么这么可怕的东西只排第4？因为对绝大多数现代家庭来说，咸鱼已经不是天天会出现在餐桌上的食物了。它的咸度太高，价格也不便宜，年轻一辈接受度低，主要是中老年人偶尔怀旧一下，配粥配饭吃。换句话说，咸鱼的单次风险很高，但暴露频率相对低。真正每天每餐都在攻击你身体的，还不是它。记住一个原则，腌制食品偶尔解馋无妨，但千万不要每天吃，更不要喂小孩。如果一定要吃，挑选没有添加亚硝酸盐制成卫生的台式日晒咸鱼，并且用清水浸泡，降低钠含量。另外，请务必搭配大量新鲜蔬果一起食用，因为蔬果中的维生素 C 可以阻断亚硝胺在体内的形成反应，是天然的抗癌防火墙。一盘咸鱼配3盘青菜，总比一盘咸鱼配白饭来得安心。排名第3，高温烤鱼与油炸鱼。夜市里那条吱吱作响，表皮焦香酥脆的炭烤秋刀鱼，居酒屋里那条撒满粗盐的盐烤青鱼，便当店里那块金黄酥脆的炸鱼排，这些香味谁能抵挡？然而，当鱼肉被高温加热到一定程度，它就会在你眼前变身为一座小型致癌物工厂。来看看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测出来的数据，当鱼肉被加热到100度时，会开始产生丙烯酰胺，这是一种有神经毒性的物质。当温度上升到200度时，会生成1级致癌物杂环胺。杂环胺的多寡跟加热温度与时间成正相关，烤越久越多。当温度冲到300度，比方说烧烤架上那块已经发黑焦掉的鱼皮，脂类会发生热裂解反应，产生大名鼎鼎的1级致癌物苯并芘。苯并芘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它的毒性在某些研究中甚至被认为超过黄曲毒素，可以透过代谢产物直接破坏 DNA， 引发细胞突变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致癌物的历史背景，早在18世纪的英国，许多在烟囱里工作的清洁童工，因为长期接触烟灰中的苯并芘，年纪轻轻就罹患阴囊癌。现代研究已经证实，苯并芘不只引发癌症，还有神经毒性与免疫毒性。而我们在烤焦的鱼皮上吃进的正是同一种东西。但问题不只是烤焦，即使你的鱼没烤焦，只要是用明火烧烤、高温油炸的烹调方式，都会在鱼肉表面生成这些有害物质。国外有一项追踪了将近50万人的长期研究，发表在 Cancer Causes and Control 期刊上，分析了油炸鱼、非油炸鱼、鲔鱼罐头的摄取量与最终出现的恶性黑色素瘤风险。结果有点颠覆认知，较高的鲔鱼与非油炸鱼摄取量反而和黑色素瘤的发病风险增加有关。研究人员推测，这跟海洋污染导致鱼体累积的有毒物质有关。不过这个我们留到第1名再深入聊。回到烤鱼这件事，台湾人爱吃烤鱼、炸鱼，这几乎是国民日常。早餐店的鲑鱼炒饭，便当店的炸鳕鱼排，夜市的烤鱼下巴，
火锅店的炸鱼片，这些东西出现在你生活里的频率远远高过咸鱼。也正因为这种高频率、长时间的暴露，它才会挤掉咸鱼，往黑名单前面爬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上班族早餐吃炸鱼排三明治，午餐便当配炸鳕鱼块，晚上聚餐又去吃烤青鱼定时，这样一天三餐都在摄取苯并芘与杂环胺。你以为自己在吃鱼很营养，其实是把致癌物当主食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台湾不少老饕特别偏爱烤焦的鱼皮，觉得焦脆才有味道，这正是苯并芘浓度最高的部位。研究显示，烤焦食物表面那层黑色脆壳，苯并芘含量可以是未烤焦部位的数倍甚至数十倍。家里有长辈特别爱吃烤鱼皮的，务必跟他们提醒这件事。台湾老一辈有时候会把烤鱼连同盘底的焦碎一起拌进饭里，觉得这样才不浪费。殊不知这碗饭里藏着致癌物的浓缩精华。那要怎么吃才安全？专家的建议是改变烹调方式，清蒸、水煮、炖汤、低温煎，这些方式几乎不会产生苯并芘和杂环胺。如果真的很想吃烤鱼，请务必把烤焦的部分切掉不要吃，并且控制频率，1周最多1次。烤鱼之前可以先用铝箔纸包起来，再上烤架，避免油脂直接滴到炭火上，产生烟雾回熏鱼肉。油炸鱼的话，避免重复使用的回锅油，因为油品在高温反复使用下，本身就会产生大量氧化产物，对肝肾都是负担。在家里炸鱼，建议油温不要超过180度，并且油用过1次就换掉，不要为了省那一点油钱，牺牲全家人的健康。排名第2，生鱼片与来路不明的甲醛鱼。这个名次可能会让不少人跳脚。生鱼片不是健康食物吗？日本人不是吃了一辈子吗？这里要把话讲清楚，生鱼片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2件事：寄生虫与重金属，再加上一个更黑暗的问题，黑心商人。先说寄生虫，许多人以为海水鱼不会有寄生虫，这是错的。鲑鱼、鳕鱼这类冷水域的野生鱼类本来就容易感染海兽胃线虫。一般正规渔业在捕捞上船后会进行内脏去除、分切、检疫，发现虫体会直接挑除，数量过多就整批淘汰。但这个过程仰赖的是业者的良心与检验标准。如果你吃的是来路不明的便宜生鱼片，那就是在赌几率。一旦吃进有活虫的鱼肉，轻则腹痛、呕吐、腹泻，重则需要做胃镜把虫体钳出来。台湾每年都有案例，吃完生鱼片后上腹剧痛送急诊，照胃镜发现一条白色细长的活虫还在胃壁上扭动。这种画面光是想象就足以让人食欲全失。更要小心的是，淡水生鱼片，台湾偶尔还会有人推所谓活鱼现切，这种绝对不要碰。淡水鱼体内的寄生虫种类远比海水鱼多，最有名的就是肝吸虫。这种寄生虫会直接寄居在你的胆管里，长期感染甚至会诱发胆管癌。中国长江流域有不少地区的胆管癌高发，就是因为当地有吃淡水鱼生的习惯。所以下次有人推销活鲩鱼现切，无论价钱多便宜，都请直接拒绝。第2个问题是雪卡毒素。某些热带与亚热带海域的大型掠食性鱼类，会因为长期吃下含有窝边藻毒素的小鱼，在体内累积出雪卡毒素。最常出问题的就是石斑鱼、鲷鱼、红鱼，中毒症状很特别，会出现冷热颠倒感，碰冷水觉得烫，碰热水觉得凉，加上四肢麻木、头晕、心跳加速。这种毒素至今没有特效解药，治疗只能缓解症状，严重者甚至要复健好几个月。台湾南部与东部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波雪卡中毒事件，受害者往往是贪便宜，买了路边摊的不明鱼种回家煮。第3个问题才是真正的大魔王——甲醛鱼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像都市传说，可惜它是真实存在的。一些黑心商人为了让鱼看起来新鲜，延长保存期限，会把鱼浸泡在含有甲醛的溶液里。甲醛是 WHO 早就确认的1级致癌物，长期接触不只会引发头晕、恶心，严重可能导致白血病。最常被甲醛浸泡的是带鱼、
鱿鱼这类本来就容易变质的海产。甲醛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无色，腥味又会被鱼本身的气味盖住，一般消费者很难察觉。中国大陆近几年破获多起甲醛水产案件，被查获的工厂规模惊人，部分产品甚至流入跨国市场。台湾海关也曾经查到从境外走私进来的甲醛制鱼干，怎么辨识？正常的带鱼鱼身柔软，用手指按压会留下凹陷痕迹，被甲醛浸泡过的带鱼则异常僵硬，按压没有指印。正常的带鱼下锅油炸不会有奇怪声响，甲醛带鱼在油炸时会发出噼啪声，鱼块容易卷曲，还会散发刺鼻气味。眼睛部分，新鲜带鱼的眼珠饱满，有光泽，呈黑色或深褐色。甲醛带鱼的眼睛则凹陷、混浊，没有光泽。下次到传统市场买带鱼，多留意这几个细节，可能就救你一命。如果可以，挑选有完整检验合格标章的冷冻包装鱼货，会比散装摊位来得安心。至于生鱼片要怎么吃才安全，挑选有信誉的店家，确认鱼货来源透明，避免吃内脏、肝脏。深海大型鱼的生鱼片，比方说尾鱼大腹、旗鱼生鱼片，一周最多一次，孕妇与小孩尽量避免。剩下的问题，我们留到第一名一次讲清楚。排名第一，大型深海掠食性鱼类，包括尾鱼、旗鱼、鲨鱼、鱿鱼，这就是那条每天有人捕生在吃的鱼。很多人看到这里会难以接受，尾鱼不是富含 DHA 吗？不是给小孩吃会头好壮壮吗？不是早餐店里最热卖的鲔鱼蛋三明治、鲔鱼蛋饼吗？不是健身房朋友嘴里的高蛋白圣品吗？不是日本料理店里最尊贵的大腹中腹，怎么会排第一？请你做好心理准备，接下来这段资讯可能会彻底颠覆你过去30年对鱼的认知。故事要从一个经典的台湾广告讲起。早期有一个鲔鱼聪明蛋的广告，红遍台湾大街小巷。那句鲔鱼富含 DHA， 让孩子头好壮壮，深深烙印在好几个世代的脑海里。从那以后，鲔鱼三明治成为早餐界永远的金字招牌，鲔鱼罐头成为妈妈们最爱买回家的快速料理材料，鲔鱼生鱼片更是高级日料餐厅的招牌。整整30年，台湾人吃鲔鱼吃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信任，觉得它健康、聪明、补身、营养。可是这个信任在2017年11月被彻底打碎。台湾食药署召开食品卫生安全与营养咨议会，与会的学者专家一致决议，正式修正鱼类摄食指南，公开建议孕妇、育龄妇女、6岁以下儿童最好避免食用鲔鱼、旗鱼、鱿鱼、鲨鱼这4种大型鱼类。理由很简单也很沉重，这些鱼体内含有大量甲基汞。甲基汞是什么？简单讲，这是一种神经毒性极强的重金属，它的来源是工业污染与大气沉降，掉进海洋后被微生物转化成甲基汞，被浮游生物吸收，再被小鱼吃进去，小鱼被大鱼吃，大鱼再被更大的鱼吃，每经过一层食物链，甲基汞的浓度就放大一次。位于海洋食物链顶端的鲔鱼、旗鱼、鲨鱼，正是这条黑色累积线最末端的储毒库。人体对甲基汞的吸收率高得吓人，从肠胃道吸收的比例可以高达 95% 以上。台北荣总临床毒物与职业医学科主任杨正昌曾经明白指出，幼童脑部还没发育完全，甲基汞会跑到脑部影响智力发展。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主任严中海也说过，甲基汞至今没有任何可施打的解毒剂，一旦中毒，只能等身体慢慢自己排出。2片生鱼片有多严重？营养师黄翠华曾经试算，一般成人若食用2片鲔鱼生鱼片，很可能就超过每星期摄取65克以内的建议值，衍生甲基汞残留风险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寿司店心满意足点的那盘双拼，可能已经把1周的安全剂量提前用完了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这个问题已经50年没有改善。2024年，一项刊登在《环境科学与技术快报》的研究指出，鲔鱼体内的汞含量自1971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海洋的污染并没有减轻。
鲔鱼也没有变干净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现在吃的鲔鱼跟你父母30年前吃的鲔鱼在重金属污染这件事上几乎没有差别。所谓的天然、深海、顶级，这些行销话术无法洗去海洋的工业伤疤。我们再看一个真实案例，一位66岁的科技业吴董事长非常重视自我健康管理，定期做高阶健检。某一次，他做了功能医学的重金属检测，结果赫然发现体内汞和铝含量都严重超标。吴董吓得不知所措，明明自己出差连街边小吃都不碰，怎么会这样？经过详细问诊，医师才挖出原因。原来吴董非常喜欢吃深海鱼，前阵子从国外带回一批鲔鱼罐头，几乎天天早餐吃鲔鱼三明治。汞来自鲔鱼本身，铝则来自罐头包装。日积月累，重金属就在他体内悄悄堆满了。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，不只是孩子和孕妇，连自认健康管理一流的成年人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累积重金属毒素。汞对成人的影响可能不像对胎儿那么立即可见，但长期累积会造成记忆力衰退、注意力下降、手抖、情绪不稳，甚至增加肾脏与神经系统相关疾病的风险。研究还发现，汞和阿兹海默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虽然目前还无法完全断定汞就是阿兹海默症的直接原因，但已经有多项动物实验显示，长期暴露在低剂量汞环境下的小鼠，脑部会出现类似阿兹海默症的病理变化。这对于热爱深海鱼的中老年族群是一个必须正视的警讯。一个一辈子吃鲔鱼补身的长辈，到了70、80岁却开始出现认知功能下降，这之间的因果关系，医学界正在持续追踪研究。孕妇和儿童更要小心。台湾食药署的最新指南明确规定，孕妇及育龄妇女若一定要吃这4种大型鱼类，每周摄食量不宜超过35到70公克。6岁以下儿童每月不宜超过35公克。鲨鱼因为毒性累积更高，建议几乎不要吃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35公克大概就是成人3只手指并拢的大小，一片生鱼片差不多就到上限了。可是你想想，多少家长还在用鲔鱼三明治当孩子的营养早餐？多少阿嬷还在炖鲫鱼汤给孙子补身？甲基汞会穿过胎盘，直接影响胎儿脑部发育，造成出生后的认知能力、记忆力、专注力、语言能力以及视觉空间能力受损。这不是1、2天能恢复的问题，而是一辈子的影响。更可怕的是鱿鱼，这种鱼因为价格便宜、肉质肥美，常常被一些不肖商人拿来冒充鳕鱼或原血卖。台湾这几年连续查获多起鱿鱼冒充鳕鱼的食安案件。鱿鱼含有大量无法被人体消化的蜡质，吃下肚之后，轻则拉油，变重则导致急性肠胃炎。除了肠胃道问题，鱿鱼也属于食药署列管的4大需限量摄取鱼类之一，甲基汞含量同样超标，所以下次看到便宜得不可思议的鳕鱼切片，请特别小心。那台湾人吃的鲔鱼罐头呢？这里有个小小的好消息，台湾国产鲔鱼罐头很大一部分使用的并不是真正的大型鲔鱼，而是体型较小的正煎，甲基汞含量相对较低，比较不必过度恐慌。不过罐头本身的铝污染、油脂氧化钠含量过高，仍然是要注意的问题，建议偶尔吃，不要当每日标配。国外进口的鲔鱼罐头就要更注意，特别是强调使用黄鳍尾或长鳍尾原料的高级罐头，这2种正是甲基汞含量较高的品种。问题的关键还在于，台湾家庭最常买的不只是鲔鱼罐头，日料餐厅的鲔鱼生鱼片、旗鱼生鱼片、便当店的旗鱼排、传统市场的鲔鱼切片，甚至有些婆婆妈妈听说旗鱼很补，每周炖一锅给家人喝，这些累积起来就是排名第1的真正原因。它不像咸鱼那样偶尔出现在餐桌上，而是天天顿顿，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吃。它披着健康的外衣，带着补身的桂冠，悄悄在你身体里堆积，这就是它最可怕的地方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落，鱼油保健品。许多人担心吃鱼有重金属风险，干脆改吃鱼油胶囊，补充 Omega 3。这个方向基本上是对的，但前提是你要选对品牌。
市面上品质较差的鱼油，原料可能来自大型深海鱼的肝脏，重金属含量反而集中。建议挑选有第三方检验报告的鱼油，原料最好标明来自小型鱼，如沙丁鱼、旗鱼，或是纯净海域，如挪威、阿拉斯加、纽西兰外海，价格贵一点，但至少不会吃进更多毒素。那到底要怎么吃鱼才安全？最后分享6个原则，把整支影片的精华浓缩成你今天回家就能用的口袋指南。第一，小鱼换大鱼，把尾鱼、旗鱼、鲨鱼、鱿鱼这4种大型深海鱼从你的日常饮食里换掉，改吃中小型鱼类，青鱼、刺破鱼、秋刀鱼、肉鲫鱼、鲈鱼、竹螈鱼、鲑鱼都是好选择，重金属残留低，营养也不差。台湾养殖的虱目鱼、金目鲈，只要来源合法，也都是安全选项。如果预算允许，可以选择来自纯净海域的小型鱼，比方说阿拉斯加鳕鱼、挪威青鱼、纽西兰鲑鱼，这些海域的工业污染相对较低。第二，鱼种要轮流，即使是中小型鱼，也别只吃一种。今天秋刀，明天青鱼，后天鲈鱼，分散风险才是王道。长期单一品种的鱼吃下去，再低剂量的污染物也会累积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海鲜类，虾、蟹、蛤蜊、牡蛎，这些都是低污染的替代选项，营养成分也很丰富，可以纳入每周的菜单轮替。第三，烹调要温柔，清蒸、水煮、炖汤，低温煎，能避开苯并芘和杂环胺的烹调方式就是好方式。烤鱼、炸鱼当作偶尔的享受就好，烤焦的地方一定要切掉。如果你家有气炸锅，可以利用它取代传统油炸，温度控制在180度以下，产生的有害物质会少很多。第四，腌制要谨慎，咸鱼、烟熏鱼、罐头鱼这类加工制品，偶尔解馋无妨，千万别当主食，更别喂给小孩当早餐配饭吃。如果一定要吃腌制鱼，记得搭配大量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，比方说芭乐、奇异果、柑橘类、青椒、花椰菜，可以阻断亚硝胺的形成反应。第五，内脏少吃，重金属与毒素特别容易累积在鱼的内脏、鱼皮、脂肪层。吃鱼的时候尽量去除内脏、肝脏、鱼皮这些部位。如果是大型鱼，连鱼头、鱼下巴这些脂肪集中的地方也要适量。婆婆妈妈喜欢熬鱼头汤，建议改用小型鱼的头，不要动辄就拿旗鱼头、尾鱼头去炖汤。第六，挑鱼有诀窍，买鱼时注意3，看看眼睛是否清澈饱满，看鱼鳃是否鲜红，看鱼身是否有弹性。新鲜鱼的眼珠透亮，鳃呈鲜红色，按压鱼身会立即回弹。如果眼睛混浊，鳃变灰黑，鱼身软塌或异常僵硬，这条鱼就不要买了。冷冻鱼则要看冰晶是否完整，包装是否密封良好，避免买到反复解冻的劣质货。吃鱼这件事本来是身体的祝福，是大海给人类的礼物，但海洋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那片干净大海，工业污染、塑胶微粒、重金属、有机污染物，这些东西都会透过食物链最终抵达你的餐桌。我们不必因为这支影片就完全不敢吃鱼，那反而会错失 Omega-3、优质蛋白质、各种维生素、矿物质的好处。但我们需要做的是更清醒、更有意识的吃，看清楚自己吃进去的是什么，看清楚那条看起来最补身的鱼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真相。最后再回到一开始那位张先生的故事，他现在每天必须来回医院接受放射线治疗，整个喉咙被照得又红又痛，连喝水都困难，体重在3个月内掉了12公斤。他常常跟身边的人说一句话，早知道当初就不要那样吃，可惜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早知道。每一个健康问题的源头，往往都藏在一个我们以为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习惯里。希望这份完整的致癌鱼黑名单能让你今晚回家好好整理一下冰箱，调整一下下周的菜单。也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家里那位特别爱吃鲔鱼三明治的家人，提醒那位每周都要炖旗鱼汤的长辈，
告诉那位每天早上吃咸鱼配粥的爸爸，健康从来不是靠单一一条神奇的鱼补出来的，而是靠每天一点点的清醒选择累积出来的。下次走进市场，下次点开菜单，下次站在冷冻柜前，希望你会想起今天看到的这4个排名，做出最聪明的那个决定。你的身体会在10年后、20年后感谢你今天做的这个改变。